你刚才是不是差点让出租车司机给打了？我们一家出去玩，从郊区回来，在高速上，然后司机就错过了一个下高速的口，然后他就想问司机说：“你是不是瞎？”然后你咋说的？你是不是瞎？对，他问人家你是不是瞎，人司机说：“你说谁瞎呢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说你瞎，叫皇上你瞎。”然后跟人说：“你现在不瞎，啥时候瞎？”你说我瞎？你说他是汉语，一天目的地和目的也分不清，一上车老告人司机自己目的在哪儿，打个车打的孤魂野鬼的，整的把人司机接着他都不敢踩油门，不想上路。前几天自己去火车站接拿铁去了，上车非常流利的说：“北京朝阳站。”人家司机呢就想确认一下下车地点，说：“出发呀。”我老公说：“出发呀 ，Let's go。”到了出发层，我老公发现这口不对，跟司机说：“不对，不是这里。”司机说：“我问你出发呀，你说出发呀。”我老公也很委屈：“那你问我出发呀，那肯定是出发呀，那要不然我跟你玩呢。”司机说：“你应该说到达。”我老公说：“你都没给我送到地方呢，我到什么达？这属于拒载的一种。”司机说：“你接还是送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”我接我儿子，我知道啊。还是送是谁呀？还是送是谁呀？他现在真的是北京出租车司机命中的一道坎儿。那司机跟他说话吧，你说鸡同鸭讲呢，你对不起鸡鸭；你说驴唇不对马嘴，你都对不起那驴唇。我说你别出去祸害人了，咱家可以考虑买个车。我说你中国车太多了，我不敢上路，迷糊。今天有机会让你看一下这个雪佛兰全新克鲁泽，让你试试车，走。OK， 往走吧。你快进来感受一下，我都怕你进不来。哎呀妈呀，就连你都能在里边随意蠕动的车，这空间可挺旷的。这个胆，这个饭特别酷，敢睡在床上。你想说的是这个档和这个风，感觉在船上。你看这车能唱歌。I don't care what they're going to say. Let the storm rage on. 这车也不贵，我支付得起，你给他锁里头。我爸可别呛我，他偷电。这外国人学汉语吧，还真得加点小头，光凭热情容易挨打。大胖媳妇儿因为跟我爸学了一句汉语，觉得学到了就要多用，结果把这搬家公司给骂了，差点挨顿刑。咋回事呢？俺家最近非常着急要搬家，因为房东把这房子给卖了，新的买主呢就很着急要装修，就天天劝我们，你们能不能赶紧搬，能不能赶紧搬？为了保证孩子上学方便呢，我们就在同一个小区找的新家，新宅跟故居就隔了3栋楼。你说这距离吧，它但凡远一点，你还能雇个搬家公司用车拉。这俩地方呢，距离不超过35米，就只能找那种收纳公司用小车给你平移搬家。我以为能更便宜呢，就上网找这种服务叫日式搬家，说都给你分好类，归纳好，你啥也不用操心。说的可好了，而且上门就认出来俺家儿子。你不是大胖媳妇吗？我认识你。然后转身评估，报价14000。大胖媳妇一听疯了，问我：他认识我，难道不认识我妈吗？你给温蒂14000，他能把北京朝阳区都给你收纳了，这钱花的可太大脑袋了。你赶紧让他走，逼我撵走了收纳公司。大胖媳妇说她坚决要自己搬，此刻就开始运。然后我爸就不让，我爸呢查了万年历，说今天不适宜搬家。大胖媳妇完全没听说过这种讲究，就问我爸为什么。我爸说确切的说，人写的是今天诸事不宜。大胖媳妇说什么是诸事？我爸说诸事就是所有事，诸在汉语中指所有，诸事不宜，诸有此类，烽火戏诸侯。大胖媳妇听懂了诸指所有的汉语用法，但并没有懂背后的习俗。同城购物买了一个超市的购物车，晚上天一摸黑就开始自己搬。趁我爸不注意，他把小的东西都放购物车里，在地下车库搬了10多趟，但是发现大件他确实搬不动，然后自己联系的某搬大件的公司，约了3个师傅帮他过来搬床什么的大家具。我爸都快睡觉了，大胖媳妇过来了。老丈人你起来，人家要来搬床了。我爸说谁来了？大胖媳妇说猪来了，猪来了。猪来了，谁来了？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干什么？我爸莫名其妙被他薅起来陪猪一起搬家。我说你用我爸可以，但马上过年了得犒劳老爷子，他血糖不稳，忌口会营养不均。你送一堆不如送一杯伊利新活舒糖奶粉，这一杯富含16种营养，低 GI 零蔗糖，葛根黄精这类中式养生食材，适合要控糖的中老年。这叫送的贵不如送的对。人小区都有认识我们的，非常尴尬。我爸就陪着大胖媳妇连着孩子就这么一趟一趟搬的。然后我爸对今天搬家这事儿呢，就还是不是很舒服，路上就跟大胖媳妇叨叨，就不应该今天搬。大胖媳妇呢有她的小心机，她就生怕我万一脑袋进水同意哪个收纳公司了呢，花那大脑袋钱，所以就想赶紧把这活干完，让日式收纳无机可乘。我爸呢就老在他旁边阻挠，大胖媳妇一个着急，叭叭放车里。我爸还说呢，根本不差这一天，你咋不听话呢？明天是个好日子。大胖媳妇想起来想制服那老丈人，让他别说话，那就只有这一个招了，上来把我爸又亲一口，强吻，跟我爸说，你说的这些猪听不懂，猪听不懂。今天 already 搬完一半了 ，no matter 你说啥，12点之前我要把猪搬完，我要把猪搬完。
最近呢，翟奥达去这个舞蹈学校有个活动，就是啊，每一个女孩选一个男伴来跟你一起参加这个期末的舞蹈演出，舞种是芭蕾。大胖媳妇认为那肯定是他了，但是翟奥达想了一想说，我想带我的小弟弟。大胖媳妇本来以为这是人生第一次和女儿同台共舞，属于高质量陪伴，没想到女儿选择了弟弟，就心里有点失落。去看了一眼他这个舞蹈班，发现别的孩子爸爸都挺年轻的，就挺帅的，嘴上没说啥，心里呢正经多心了，是不是女儿嫌弃我，对自己下手了？最近减肥减掉了18斤，天天健身吃沙拉练舞，甚至还给自己约了个植发手术。然后这个彩排练舞的时候呢，大胖媳妇和拿铁都去了，然而胜算在握的拿铁却频频出问题。首先拿铁对这个四小天鹅华尔兹舞曲无感，站那儿不动。我说老师，我是妈，我了解他，你给他放一下逆战。拿铁在这个出道之前路子比较野，属于混迹铁岭广场舞上的广场舞王，跳疯好几个老太太那种。然后逆战一响，拿铁嗨上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音乐的错位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拿铁无心搞艺术，一直忙于社交和普及东北话。翟奥达的好朋友被张拿铁撩了个遍，人家小女孩认认真真给他讲天鹅湖的故事，就说后来这个白天鹅啊，这个 Swan 他带了。拿铁问白天鹅为什么嗝屁了？嗝屁了，为什么嗝屁了？不出一会儿，满场东北话。参加芭蕾舞演出的一群小白天鹅，现在都是炖大鹅的味儿，炖大鹅的味儿。翟奥达看着平时跟他叭叭叭说英语的孩子们，一个一个的倒下了，那个表情就是家人们谁懂啊？拿铁老出情况了，但翟奥达还是觉得有点想带弟弟跳。大胖媳妇不死心，还是坚定的跟儿子公平竞争、公开角逐。结果张拿铁彩排的时候上来裤子就掉了，倒是大胖媳妇一顿神舞，那3尺8的水蛇腰有一点风韵在身上。他不是我爸，不是你爸，不是你爸。回到家，翟奥达还是在纠结我到底该选谁。大胖媳妇没有气馁，平时啊告诉翟奥达你得自己做家务，现在他爸都包了，那衣服洗的锃光瓦亮。我说你别的洗的不错，但内衣手洗老洗不干净。你用好爸爸内衣露，不光洗得干净，还是专为有孩家庭研制的，护肤级水润质地，不含有害化学物质，亲肤无刺激，对皮肤更友好，低泡一漂无残留，温和保护你的细皮嫩肉的双手，省时省力更省心。好爸爸真不错。然而翟奥达似乎就不为所动。父亲节的前夜，大胖媳妇觉得自己跟女儿登台共舞这事儿无望了，挺失落。结果翟奥达过来跟他爸说，爸爸你知道吗？我带着弟弟就只是想显摆显摆，我肯定会选你的。我知道明天是父亲节，还特别暖心给他爸写了一封信。这写啥了？我看不懂。翟奥达搂着他爸说，爸爸，我听说你最近在减肥，还想长头发。You haven't had much hair since I was born, but it's okay. You're my favorite dad. Oh, thank you. 我说啥呀？听不懂，听不懂。父亲节，大胖媳妇和翟奥达上演了父女共舞小天鹅。虽然得穿成这个样子，但大胖媳妇还是非常开心。踮起脚尖，提起裙边，让我的手轻轻地在你的肩，舞步翩翩，呼吸浅浅，爱的花儿子多甜。哎，我发现有人利用我儿子。最近我经常发现俺家阿姨让张阿姐抱着个饭碗朝着镜头笑，然后给拍照片。我刚开始特别不理解，后来我深究一下才发现，这就是我妈让她干的。我妈指使俺家阿姨，让俺家阿姨每天给她发张拿铁抱着饭碗的照片，给铁岭高考的孩子加油助威。她寓意非常朴实粗暴，拿铁饭碗，拿铁饭碗。据说现在拿铁饭碗的谐音梗海报已经在辽北地区广泛散播。据我二姨说，我妈因为这事没少收人家鸡蛋、大米、花生油啥的。大胖媳妇就跟我说，哇哦，中国人好喜欢谐音梗啊！那要是这么整就能收鸡蛋，咱们也可以。咱俩现在就都想想。这是你的酒吧，拿铁，先生你的屁股，跳舞。我问他这是什么寓意啊？他说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张拿铁撅着屁股在酒吧跳舞，铁定985。铁定985，铁定985。祝大家金逢吉民，拿铁饭碗，祝大家有问必答。你们都说我像 Adam 拉伯德，其实我不是，我是亚当兰伯特的哥哥，亚当兰伯特。兄弟们，键盘前面一路滑板根本拦不住。就大胖媳妇的汉语水平，这肯定不是他独立想出来的，必然有高人给他支招。其实他可以直接求助我的联想 Yoga Pro 16X AI 元起，搭载联想自研的个人智能体联想小天，能实时语音翻译。去年大胖媳妇穿旗袍的照片也能快速找到。翟奥达和拿铁本来想给各位考生录一个一举高中的视频，但是粽子一上来，亚当又拦不住了。这是高铁，但你让他看。
我问张家铁，我说为什么你的粽子没了呢？张家铁说，因为压刀没拦住。